来一条一条，还会有点神经质，偷偷微笑。喜欢爱上坐云霄飞车，世界颠倒尖叫，却忘不了。也许爱情就美在它短暂的燃烧，何必刻意顺着天荒地老不重要，用感觉去体会这旅程每个心跳，起起伏伏深渊轨道。燃烧飞车的爱，告诉恋爱，享受过程不怕失败，紧紧把握现在，别专注在爱，任事停下来。燃烧飞车的爱，自己空缺，怎保留适度的精彩，紧紧把握现在，别专注在爱，任事停下来。刚才我在房门外都听见了，对不起啊，是我教导无方。你对他那么好，他却辜负了你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病人刚才已经醒过来了，那情况还算稳定，幸好你们及时送来，而且伤口也不深，再观察个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我们可以去看他吗？可以，不过病人现在身体还很虚弱，你们尽量让他多休息。啊，谢谢你。妈醒了。阿美，你在这里好好休息，别胡思乱想，不要再做傻事了。妈，我知道是我不乖，我不听话，惹你生气，我以后会听你的话了。阿敏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妈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为什么救？要是你死了，我也活不下去。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恨我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你是我老婆，我对你的爱不会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而改变的。如果说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，我嫁给你也不是心甘情愿的，你还会爱我吗？会，就算你不爱我，我也会爱你。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我根本不知道你对我这么好。我知道，在你眼里，或许我是个窝囊废，没有用、不争气的男人，凡事只会默默忍受、忍气吞声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，我要一辈子跟你在一起。对不起，
你对我那么好，我却背着你跟别的男人来往。阿美，这一切已经过去了，让我们把过去不愉快的事情全部忘掉，好吗？发生过的事，又怎么可能忘记？你不要自己骗自己。我没有怪过你，要怪只怪我自己。我是一个不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，每天只会烧饭煮菜、柴米油盐。我知道你跟着我一定很枯燥的。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自己一时迷失了。不过，我不至于丧失理智。我并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不过，我怎么样还是不能够原谅我自己。我们离婚吧。哦，阿梅，你听着，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你叫我怎么样再去面对我自己？阿梅，我需要你，我不能失去你。这真的，我并不介意。让我们像以前那样生活好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提起这件事。都怪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怀疑你。求求你，你不要离开我，我不能失去你。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Miss 66，你的支票55000块。谢谢，再见。不好意思，我漏了东西在里面。你自己拿吧。不好意思。六，找我，是不是银行有消息啊？这不是你车里的装饰品吗？车子我已经卖掉了，反正我已经想通了，搭的是比养辆车更省钱、更方便。怎么样？银行怎么说？银行方面已经不可以再拖延了，他们下星期就会进行拍卖。才剩下几天，去哪里找房子？住的方面你就不用愁了，你可以暂时先搬来我家，然后才慢慢找房子。这8万块你先拿去应急吧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能要你的钱。如果你把我当朋友的话，请你收下。请你收回去吧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你肯收留我们已经很感激你了。朋友本来就是应该互相帮忙的嘛。钱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一定要收下。没用的，我妈在外面签下的是天文数字，这笔钱对我们来说也是无济于事，可是对于你却意义重大。拿你的梦想来帮我妈还债，根本就不值得。我是担心你妈跟不法之徒借钱，再不还的话会有麻烦的。银行那边他还可以宣布破产，可是外面的债务他是逃不掉的。你把钱收下吧，将来你有钱才慢慢还给我。我这里有几张支票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一张是我卖车的，一张是我储蓄，另外一张是 Max 借给我们的。Max， 都是妈连累了你，不但要让你把车子卖掉，你还要欠别人的钱，这就是我当初不想告诉你的原因。妈，钱还是可以赚回来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先解决你在外头的债务。你到底是欠谁？总共欠了多少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都是一些亲戚朋友。
那你现在就把你所欠下的债务全部列出来，哪些是当前最急的，我们先解决，免得人家追上门来讨钱就不好了。我怎么会这样？自己欠了这么多债，还要你来替我负担责任呢？你是我妈，我帮你还债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当初以为你有本事，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上赌船，赌股票，什么都赌，结果……总之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。下星期房子就要拍卖了，房子拍卖了之后，可能我们还要欠银行一大笔钱呢。我看你恐怕宣布破产。破产？我怎么可以宣布破产呢？我怎么出去见人了？我不如死了算了。妈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那么爱面子？难道你的面子就比你的生命重要吗？对不起，住方面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暂时搬去 Max 那边，以后再慢慢找房子。凯伦呢？都还没下班，他就跑去吃手。你不知道吗？他已经不干了。是吗？早上看见他，他又没说。他今天早上辞职的，还赔了1个月的薪水。凯琳。凯琳呢？他已经搬走了。搬走了？几时搬走的？前几天啊。前几天？那你知不知道他搬去哪里啊？我不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他换了哪一家新公司？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。是不是 Perry 呢？吵架了？没有。你觉得男女之间应该先有性，还是先有爱啊？怎么突然想起这个问题？我总觉得，男人是因为性才会付出爱，而女人呢，则是为了爱才会付出性，太不公平了。我一直都认为，男人对女人就只有兴趣 ，you know, sex。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我们无心伤害一个人，可是那个人却又因为你而受到伤害？还在为柯林的事耿耿于怀。他突然不告而别，我看他已经下定决心不要再看到我了。觉得自己被抛弃了？才不是，就是怕他想不开。放心吧，男人怎么会想不开？可是 Colin 不一样，他比任何一个女人都来得脆弱。不知道他现在去了哪里。下个星期房子就要拍卖了，你要赶紧找地方办了。以前 Colin 常说，如果没地方住，就搬去跟他一起住。可是现在他连人影都不见了，真没义气，说走就走。现在才知道人家对你好，会不会太迟了？六，不如我们合租一间房子。我暂时会搬去 Max 那边住。哇 ，Max 真大方，你拒绝了他，他还对你那么好。唉，人就是犯贱。Max 对你那么好，你偏偏就是不给他机会。你也一样啊 ，Colin 对你这么好，你偏偏去追求其他男人。说我说嘛，人就是犯贱。往后的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。找个男人嫁了算了，由他负责你生活的一切，那就不用愁什么了。那你呢？你自己又不这么做。我想啊，只是还没找到而已。哎，今天怎么没约 Chris 出来？我打过电话去他手机的，但是他没接。前几天医生还有打电话来关心 Gary， 不过最近都没有消息。不知道 Chris 现在怎么样了？
六，你找我？你方便吗？我们出去谈一下。他刚刚出院，等过一些时候，他情绪稍微稳定，我希望你们能去探望他，开导他。真没想到 Chris 会自杀。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做的我也做了，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。平时看他那么坚强，我真的万万想不到他会想不开去自杀。是因为身上的臭味吗？我想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吧。我曾经带他去看过几个专科医生，他们都说他没事，还建议他去看精神科医生。这么严重？不过说也奇怪，他自杀过后，他就一直没有提到身上臭味的事情。这或许是医生所说的精神问题造成的。那为什么不带他去看精神科医生？他很抗拒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想带他去看心理医生，可是怎么说他都不肯，还骂我神经病了。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要找谁帮他了。我很乐意帮你，Sam 也是一直问起他的。我本来还打算今天跟你联络。幸亏他还有你们这样的好朋友。我觉得 Chris 很幸运，有你这样的老公。现在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家里，我真担心他又胡思乱想，然后又去做傻事。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能像以前那样，一有空就约出去。我会的，你放心吧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妈，阿雄一早就炖了鸡汤给你喝，就快可以喝了。我不喝。阿雄一大早就特地到巴沙去买黑鸡，要炖汤给你喝，你怎么可以不喝呢？妈，什么事？你不必说，我都知道了。那天我在你房门外全听见了。你要学着把不开心的事情忘记，开心一点，身体才会好。妈，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从小到大，你是对我寄予厚望，我却再叫你失望。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能看到你找到一个好归宿。我果然没看错人。阿雄真的是一个好丈夫，你要好好的珍惜他。可是你叫我怎么再去面对他？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跟他生活下去了。妈，我要跟他离婚。你怎么可以这样意气用事？说离婚就离婚，你有没有替阿米着想啊？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头又痛了？我拿止痛药给你。妈，妈！对不起，请问，哎，阿明，妈怎么了？你跑去哪里了？妈晕倒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家，我没力气扶她，只好打电话叫救伤车了。是，都是我不好。如果我在家的话，就可以第一时间把妈送过来了。真是对不起。请问你们是黄彩英的家属吗？我是她的女儿。医生要见你们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她已经醒过来了。我想跟你们了解一下她的情况。她之前有没有头痛的问题啊？有，她以前就一直说自己有偏头痛。到底怎么样了？我要给她做了脑部扫描，发现她脑里有肿瘤，足足有个大拇指这么大。那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肿瘤？就要等报告出来，我才能够确实告诉你们。你怎么了？你没错吧？小心点。你没事吧？
妈这一生总是忙忙碌碌的工作，她都已经几十岁了，还要为这个家操心，为这个家劳累，她都还没有机会享福，就要……阿梅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医生都说，一切要等到报告出来才能够确实啊。阿梅。对不起，来迟了。没关系，待会你请客就是了。我早上去看过阿豪了，他怎么样了？还好啊，他还问起你呢。他不是说会恨我一辈子吗？我想他大概是想通了吧。这证明我当初做的决定是没有错的。前几天我才去看妈，妈怎么样了？她叫我们放心，她只当自己在里面度假。想不到妈也会这样想，真不知道我们一家人什么时候才能团聚。之前有打算供一间房子，到时候阿豪跟妈出来就不愁没地方住了。你最好现在就马上开始供了，那我就不用愁没地方住了。你不是住在六的家吗？六就快跟我们一样无家可归了。他怎么了？他妈妈玩股票输了钱，不止欠银行一大笔，还在外面欠人家钱。六现在很可怜，还要卖跑车替他妈妈还债呢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跟你说有个屁用啊！你都帮不到他。那六他打算怎么样？六他们一家人暂时打算搬过去跟 Max 一起住。是刘告诉我这里的地址。你神经病啊你！对不起，我的嘴巴臭，说错话，害你不开心。要是你觉得一巴掌不够，可以再打。我才不稀罕打你呢！舍不得吧？少错！我的脸皮很厚，不怕痛的。今天就任你打，直到你原谅我为止。你嘴巴那么臭，我可不想弄脏我的手。那我就请你吃饭喝酒道歉，怎么样？我才不要！走啦！ No way！ 走啦！走啦！走啦！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我才懒得理你。是不是不想再见到我？那我走好了。你还是不是人呢？明知道我心情不好，还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，自己走掉。你烦什么？我在烦我没地方住了。怎么了？世界那么大，可是我却连一个小小的容身之处都没有。那就搬来我家住吧。你别误会，我那边还有一间空房，你要暂时住也行，你要长期住下去也行。反正房子是公司租给我的。天下没有白吃的饭，我才不会上当。我才不会给你白吃白住的，我会跟你收房租、水电费、伙食费和所有的杂费由我们两个平分。哇，你想趁机敲诈？公司租房子给你，你还好意思跟我开口要钱，从中抽利？小心我告发你！那就当这是施舍我，可怜我，这样我就会有多余的钱，请你吃饭、喝酒、disco。谁要你请啊？我自己没有钱啊。那好啊，刚才我请你吃，等一下酒钱由你来付，大家扯平。No problem。那我就要多叫几杯酒了。你有本事你就喝啊！你醉了，我可不负责。好 ，Cheers。Sam 告诉我你的事情，很遗憾无法帮上忙。
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无奈，希望你不要气馁，坚强的走过这段日子。这么快就开始收拾东西了？只是收拾衣服。我已经找到地方住了，明天就搬了。这么快？就要等那边方便让你住啊？Perry 叫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。你们同居？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他睡他的房间，我睡我的房间。我们之间可是有合约、有条例的，纯粹是房东跟房客的关系。条例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们两个看谁先忍不住越轨。放心，我的定力很强的。总之，你还是小心一点好。男人都是不可靠的。知道啦，你也是一样。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锁好房门，别忘了 Max 对你也有不良的企图。哎呀，我也是好心提醒你。哎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，我明天就走了。没什么，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。差不多，反正我的东西也不多。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前2天 Chris 哥麦自杀了。什么？她现在没事吧？她已经出院了。今天早上她老公来找我，希望我们有空的时候就约她出来开导她。那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找她。哎，你先别急，她现在情绪肯定很低落的。过一些日子我们再去找她吧。天哪，我真的不敢相信 Chris 会去自杀。报告已经出来了。你说吧。证实是晚期脑瘤，发现的太迟了。你是护士长，为什么不早点求医呢？怎么这么疏忽啊？妈。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是晚期的脑肿瘤。妈，怎么会这样的？生老病死是注定的，由不得我们去选择。不，妈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不会死的，妈。医生啊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吗？现在医学这么先进，肯定可以医治，对不对？即使是治疗，也只是暂时延长生命，减轻病人的痛苦。那可不可以动手术？目前的情况，动手术只会使病情更加严重。如果你想要回家休养，现在可以出院，不过得定期回来医院接受放射治疗。我知道。现在你只能靠自己的坚强的意志力跟病魔搏斗，千万不要放弃，知道吗？谢谢你啊，医生。妈，阿雄，你去帮我办手续，我要马上回家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闻药水味都闻到怕了，我不想最后的日子也要在医院里度过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30多年来，妈看了太多的生老病死，我一切都已经看淡了。你不要太伤心，死也是一种解脱，免得活受罪。妈，都是我不孝，你抚养我这么多年，我没有好好让你享福，反而每次惹你生气，惹你伤心。我这一生人也没有什么好遗憾。一个女人到了晚年啊，还有女儿、女婿、孙女陪伴着我，我还能要求什么？妈，阿明说放学就会来看你的吗？暂时不要让阿明知道，他年纪还小，我不想让他承受太大的痛苦。现在唯一最担心的就是你，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，不能再照顾你了。
答应我，不要跟阿雄离婚好吗？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白头到老。妈，答应妈好吗？还有一件事，阿美，你就当妈是最后一次求你、逼你也好，听妈的话，去看心理医生好吗？我一定要看着你好起来，要不然我会死不瞑目的。妈。我好多了，谢谢你啊，再见。外婆，阿米娜，还不快去冲凉，就可以吃饭了。外婆，为什么你会住院？哦，没什么事，只是普通的头痛，快去冲凉吧。哦。妈，多吃点。你也要多吃点。外婆，为什么头痛也会住院？哦，医生是外婆的好朋友，他关心外婆，叫外婆仔细的做检查，检查后没事，所以很快就可以出院啦。还有啊，外婆已经辞职不做护士了，以后我会天天待在家里管你了。啊。那如果你不想外婆管你的话，就要乖乖的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准时回家。哦。还有啊，以后我会天天煮饭给你们吃，我的厨艺不会输给你爸爸的。当年他还不是跟我偷师，才会煮得那么好吃。我先去拿水果。我来好了，你坐吧，不要客气，把这张自己接好了。哇，你家布置的好漂亮，很舒服哎。Max 啊，你真有本事哎，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屋子啊？你的家人呢？啊，我的爸妈已经移民到澳洲，跟我姐姐一起住，一年呢只回来1、2次。哦。东西都搬进来了，你看没漏掉什么？没有。不好意思啊，地方太小，要你们挤在一个小房间。啊，没关系的，你肯收留我们啊，我们已经很感激了。来吧，我带你们进房间。哦，好，那走行。哎呀 ，Max 啊，你真仔细，都为我们准备好了。如果还缺少什么的话，尽管吩咐好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 ，Max。那你们早点休息，我先出去了。Gary， 累了吗？妈咪，我们今晚住这里啊？是啊，我们已经搬家了。
那乌龟叔叔不是找不到我们了吗？乌龟叔叔去旅行，这样吧，等他回来之后，告诉他我们搬来这里，叫他来找你玩，好不好？来，去刷牙。Max 啊，可是对你真好，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肯选择他。妈，你又来了。我们现在只是暂时住，等我找到房子之后，我们马上搬出去。找房子也要慢慢找，才能找到好的啊。这里也挺不错的啊。进来坐啊。我在厨房发现了这瓶红酒，可以喝吗？当然可以了。你要吃什么喝什么，尽管拿好了，不要客气。不打扰你工作吧？不会啊，我正在准备明天上庭的资料，已经做完了。谢谢。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。来 ，Cheers。Cheers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了。你不用跟我客气。你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？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忙，说不定有一天我也需要你帮忙呢。感觉上是我在利用你多一些。就算是被你利用，也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你现在最重要就是先安顿下来，有一个落脚的地方，其他的问题才慢慢解决也不迟啊。我真庆幸有你这个朋友。等一切安排妥当后，我会搬出去的。慢慢来吧，我这里的房间也是空着的。还要不要？不了，我很少喝酒的。对了，你领养的孩子蛮乖巧的。他刚来的时候啊，每天都在闹情绪，我都被他烦死了。可能是现在已经适应了吧。他上学了吗？这些我会帮他找幼稚园的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，尽管开口好了。妈，吃早点了。妈，这里不是你的家，为什么擅自动人家东西？哎呀，人家 Max 都说叫我们不要客气了，就把它当自己的家好了。大家早。哎，早，来，坐，吃早点。哎，咖啡已经泡好了，Leo啊，帮 Max 倒咖啡啊。啊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好了。哎，你喜欢牛油还是果酱啊？都可以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在家吃早餐了，感觉上好像一个家。哎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晚上你也可以回来吃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家这附近有没有超级市场啊？有啊，你走出去路口就有一间了。啊，你一定很久没有吃到家里的菜了吧？你喜欢吃什么？我煮给你吃。妈，不要再问长问短了，Max还赶去上班呢。哎呀，我只是随便问问，又花不了多少时间。Max， 你说是不是啊？没关系，伯母，你煮什么我就吃什么。啊，那好啊，今天晚上下班早点回来，我煮2个拿手的好菜给你尝尝。你放心，你身上是没有臭味的。那医生，他为什么会一直闻到臭味呢？哦，这是一种大脑的幻觉，感觉很真实，好像是闻到真的味道一样。但是实际上，这种味道只是一种幻觉，完全是不存在的。那为什么我会这种幻觉呢？主要是因为你内心的忧郁所造成的。我会让你服一种药物，平衡你的大脑的分泌物。服了这种药物之后呢，你的幻觉就会慢慢消失。真的会消失吗？你服了药之后，放轻松，不要胡思乱想。2个星期之后再回来做心理治疗。我都说你身上根本没有味道，要听医生的话，尽量放松自己，不要胡思乱想。那你有空的时候可以找你的朋友出来逛逛街或者喝咖啡。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去 gym 或者桑拿的吗？现在最重要是好好照顾妈，她剩下日子也不多了。今晚上你搬回房睡吧。你是说离婚的事，你当我没说过？我正在等这句话。我只是不想让妈操心，我希望她能够快快乐乐的过完这段日子。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吧。哎，进来。 Chris 呢？哦，他在睡觉。
最近比较迟睡，可能是吃药的关系。我们想看看他会不会打扰他睡觉。不会，来。不好意思，是不是把你吵醒了？医生说，我身上的臭味只是一种幻觉。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你本来就没有问题啊。我一直无法相信自己会患上这种病，我无法面对我自己，我甚至都不想活了。我以前也曾经受过很大的打击，我以为我自己活不下去，可是我还是挨过去了。我很庆幸我还活着。是啊，人生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，你不可以那么轻易就放弃自己。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吗？我一出事，我的亲生父母就把我遗弃在孤儿院。后来我妈领养了我，她一直很努力，很用心的栽培我。在她的影响下，我的性格变得很倔强。以前念书的时候，我逼我自己一定要考第一。后来出来社会上工作的时候，我一直给我自己压力，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爬到最高的位置。我一直顾着追求我自己要的东西，也因为这样，没有人愿意跟我交朋友，我更加没有爱情，没有真正的友情。直到我认识了你们，我太害怕失败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输不起。当我以为我可以开始享受成果的时候，我偏偏要从最高峰掉了下来。Chris， 每个人都会有跌倒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如何再站起来，重新再爬上去啊！你们知道吗？我妈一直是我精神上的支柱，是我奋斗的力量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她这么快就要离开我了。怎么了？刚才的气氛太沉重了，好难呼吸。人生就是这样的，变幻莫测。所以说，我们要珍惜现在，珍惜我们身边的人。你也要坚强一点。我知道你现在面对的打击也不小。知道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？走吧，我不想站在这里陪你晒太阳了。那我牺牲一点，今晚陪你晒月亮。谁要你陪呀？我不陪你，还会有谁陪你？妈，咖啡。阿雄啊，阿梅吃了药，有没有好点？情况比以前稳定多了，晚上也没有睡眠，再也没有说身上有臭味了。
失了，臭味消失了，我已经闻到牙膏的味道了，没有臭味了，没有臭味了。